时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素恒，来欢迎这一节讨论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赖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先来看哦，现在啦，在美国这个祭出的关税大刀，可是不是川普也骑虎难下呢？好，现在呢，这个发夹弯啊，一修再修，一修再修，每天的进展呢都不一样哦。好，那川普呢，现在又怎么说呢？他说恐怕会考虑对于进口汽车和零组件关税实施临时的豁免，那还说呢自己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人，但是真的是有弹性吗？还是只是因为现在啊，真的是美国也承受不起哦这个重步全面涨价，所以也要开始让步了呢 ？CNN 有更进一步分析说，川普现在就是骑虎难下，因为他们针对中国，但是是为了要试图挽回面子哦，还不如就是现在变成是尴尬的后退，把它包装成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不管如何呢，中美现在似乎进入到了这个胆小鬼的赛局当中哦，但是问题这个胆小鬼会是谁呢？好，这个纽时的评论认为说，习近平比川普更有底气，为什么呢？他说习近平有展现绝对的权力哦，所以呢，他可以来用透过全国吃苦耐劳。但是川普呢，他虽然说他显示自己有底气，但是问题是哦，这个底线啊，恐怕美国很多的民众是会有一些民怨，没办法买单的。那我们就看到啊，美国的财政部长啊贝森特他就说，大家不用担心啦。他说美中迟早呢还是会进行关税的协商，在某一个时刻哦就会达成一个大的交易哦，还一直喊话哦说协商啊必须要从高层开始哦。但问题是呢，你这个高层也要对方买单嘛，所以呢，你看中国外交部哦反而是不愿意买账的，用灵魂拷问6连发哦，痛批美国是谎言还有谬论。带你来看。美方有关人士的言论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谬论。是谁将拉美和加勒比视为后院，大搞新门罗主义？是谁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内政指手画脚？是谁高举关税的大棒，胁迫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是谁在全球大搞监听监控？是谁军事基地遍布西半球？是谁放任轻小武器和弹药流入拉美的和平区？好啦，这下没有台阶下，我们看到呢，世界各国大家要自己找出路，怎么办呢？好，欧洲是不是也看准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市场哦？我们看到他们对于中国的牛肉出口是大幅的增加，你看2月、3月份的出口量大概是2.18万吨哦，年增来到了将近40%。更有这个出口商呢的高阶主管就说，这是在全球现在出现一些针锋相对的情况之下呢，所以呢可能会使美国牛肉在这些地区不具有商业可行性。好，那怎么办呢？这个澳洲牛肉就可以有机会来填补这样的缺口了。那面对现在美中交恶啊，还有彭博也提到说，中国采购了240万吨的巴西黄豆哦，这个数量呢，比起过去是异常的庞大。多庞大呢？来看到这几乎相当于中国每个月平均压榨量的1/3哦，所以也是不是早有要来布局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要来这个降低对于美国的依赖性哦？主要当然是因为受到现在关税战的升级嘛，所以呢不能够只依赖这个美国的市场，所以可能要做好脱钩这样子的准备哦。好，另外是在这个币值的部分，人民币呢现在也要力拼突围。我们看到呢，这个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哦，年处理的业务量在2024年来到了821万笔，年增率也高达42.6%哦。当然就是希望说呢，可以从这个边缘突围转向系统性的升级。最新的数据也显示说呢，人民币成为了第3大的贸易融资货币，仅输给美元跟这个欧元。好，那当然美债啊，现
现在呢是剧烈的震荡哦，全球的传统避险资产呢，现在也让大家开始有了重新评估了。现在呢就说美债啊面临到非常非常大的结构性压力，包含地缘的风险啊，还有财政上的问题哦。所以呢，要如何在这个通膨和流动性间呢取得平衡，这也考验市场对于美债的信任度，恐怕会下滑。那美国的财政部长呢贝森特呢，则是重申说，大家对于债市下跌的解读哦，太严重了啦！他说这只是市场的去杠杆的结果，下跌的背后呢，并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主权国家所为。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呢，日本啊也在这个大量的抛售美债哦，日本呢却否认哦，他说这是不是他们做的？说农林中央金库就否认说这是无稽之谈的。问题是，恐怕真的你要日本点头说，对对对，就是我啦，很困难啦。赖老师怎么看呢？现在这个中美啊裂痕这么深我们要怎么样才有可能谈得下去啊？这个都是美国挑起来的嘛，因为并不是大陆先对美国发动这个关税贸易战嘛，事实上一直是美国对大陆发动关税贸易战，川普第一任就开始发动了。第二，那个拜登上来以后搞科技战，川普再回来以后再搞关税战，但是川普自己玩不下去了，所以他自己在最后一天啊，把这个1000亿美元左右的3C产品从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砍掉了这个125%的125%的这个关税，所以事实上是川普玩不下去了，因为苹果就卖不进去了嘛。美国的手机绝大部分80%以上是从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那如果今天125%的关税，大家估计美国的苹果的一只手机要3倍，还有电脑，还有平板，还有各方面其他的，那根本玩不下去了。美国的消费者根本买不起，买不起的话，那苹果一定整个股价往下降嘛。所以苹果根本活不下去，那怎么办呢？那川普自己只好把自己老脸打一下。说哎呀，这个125亿美元暂停关税，可是他本来想玩到底，是因为他认为这是极限施压，中国大陆会打电话给他，结果会认输，结果大陆根本就奉陪到底啊，玩到底。结果川普自己去抽单了，自己抽单以后脸上无光，因为你看美国当天国内外的全部人都在嘲笑川普，说你这个认怂包大怂包，玩不到24小时。你看到今天民主党的这个参议院的议员还在骂这个川普，说你就是怂包嘛，你根本就玩不下去嘛，12小时还是24小时，你连8小时可能都顶不住。好，那他就回头一看说，哎呦，那中国大陆我已经减了1000亿美元的125%的关税，你会不会做？中国大陆照课不误啊，还是继续课。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坦白说，对川普来讲怎么办呢？现在要抽单了，汽车关税25%。可是这次汽车关税不是对中国大陆来的，是对欧盟来的。为什么？因为欧盟已经说了，如果你继续给我课25%的汽车关税，我就会报复，我会打击。那现在美欧要进入谈判了。对，如果美国继续课的话，那欧盟一定会反击。可是问题是在于，川普有说有谁反击他的关税，他要再加码。那他难道要对欧盟加码吗？他又不敢对欧盟加码，谈判马上要来了，他干脆自己先抽掉。这样子的话，你看，我抽掉了，那就不用在这上面再谈了，那就不用反击了。你想想看，这个一个孬种，真的是小孬孬，我就想起不知道是谁在讲谁小孬孬啊，这个真的是小孬孬，孬到已经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的话，全世界开始看破这个川普的手脚了。好，那现在贝森特就是说，哎呀，你们要有信心啊，我们跟中国一定会签出一个非常棒的大单。那但是前提是要与双边的领袖来谈。可是问题就在于，川普左等右等，左等右等，等不到电话，而且呢一直放话，希望跟习近平能够通个电话，能够见个面。对方根本不甩你，把你当隐形人，就无视于你川普的存在。现在贝森特就变成说要找第三方了，找第三方到中国大陆来关说，你想想看，这个真的是很难看呐。要找谁第三方能够对大陆有影响力的人，然后又能够吃大陆信得过的人，才能够跟习近平能搭上话。这个对美国人来讲现在是找不到啊，他也痛苦不得了。美国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国家完成这么低的地位？这个很难得。好，可是风水轮流转。当初在川普时代第一任的时候，他那时候要澳大利亚
去惹中国，华为这个电缆去惹中国以后，中国大陆当然就对于澳大利亚就反击了嘛，因为先惹中国的是澳大利亚，所以中国一反击了以后，就是把这个澳大利亚的龙虾就砍掉了，这个订单砍掉以后呢，美国这个国家实在是叫澳大利亚去惹中国，中国把澳大利亚的龙虾砍掉以后，美国马上把澳大利亚的龙虾市场吃掉，就把龙虾大量的卖给中国大陆。好了，现在美国跟中国大陆因为关税的问题闹起来了，那大陆现在不买美国的牛肉了，澳大利亚就连本带利收回来，拼命的去抢中国大陆的市场，然后填补美国的市场。美国现在的农民叫苦万分是在哪里？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的市场一旦被澳大利亚吃掉，被巴西吃掉，以后要再把这个市场拿回来就很困难了。所以现在的美国的农民已经要求他们的州的参议员跟州长，尤其是共和党的州长，说你要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春天已经走一半了，我们到底要不要播种？你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要你继续当了。现在看川普还能顶多久？对，就是比谁的底气强啊。来，玉芳委员，我觉得这是美国增加关税，它的目的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整个的设计是坦白讲是有点杂乱的，这是令人家觉得不可解。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拥有这么多人才，怎么这样设计？譬如讲说汽车，它现在25%的汽车关税，它可能要暂缓然后川普说他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人，这不是弹性这个是你不得不低头了。我们先讲这个汽车，美国的本土的汽车厂美国本土汽车厂也不是完全都是美国本土生产的零件嘛，它很多零件是从海外来嘛。那像你一进关，包括零件你都扣25%的关税，那美国汽车能不涨价吗？通货能够不膨胀吗？汽车是美国人采购的重要的商品之一嘛。你想想看，比亚迪它电池哪里来的？比亚迪美国本土的电池也是宁德时代提供的大陆的宁德时代所以他没有办法不能不低头，为了避免通膨。第二个还有一个原因是，真正美国所有的大汽车厂，它的工厂里面工作的人员大概只有200多万。可是你知道，这个我们都晓得汽车是个很大的一个产业链。第一个，你要有生产零件的这些工厂；第二个，你要有保修维修的工厂。你看有这么多的汽车这个修理厂，这边还有跟卖汽车保险也有关的产业。还有很多这个整个加起来，跟汽车直接有关、跟相关的产业的这个人数加起来多少人？超过700万人。所以200万是真正的汽车工厂的工人，可是靠这个汽车来吃饭的人加起来还不啷当超过700万人。这是美国最大的所谓的工业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工业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最大就是汽车。所以你要得罪那700多万人吗？是不是？所以川普到最后不得不低头，原因在这里嘛。第二个就是说打这个仗其实说实话，中国大陆当然一定关税战，中国大陆一定会受伤很重尤其美国是你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市场，你在美国赚这么多钱，你现在东西卖不进去，让它受伤会很重。可是中国大陆也不是完全没有还击的力道、还击的筹码嘛。比如说我们讲支持川普最多的，我们大陆小中西部南部这农民这一阶级，那你现在你的大豆大陆不给你买了，他就跟巴西买；牛肉不给你买了，跟澳洲买；红酒也不给你买了，跟法国买，跟英国买，跟澳洲买。那这样的请问这些农民受得了吗？当然是受不了嘛。所以我们在看美国农业人口其实只有大概2%而已。可是呢，跟农业相关的这些人口呢，譬如说你生产的红酒，你还店里面卖那这些你的红酒要卖得出去，这一店也才能赚钱对不对人家不给你买，那你就完蛋了。所以其实真正受伤的人口，就农业如果受伤，真正受伤人口绝对超过2%，很多很多。所以川普的感觉就是说，我只要把关税拿出来，我就解决所有问题了。我的赤字也解决了就业也解决了然后呢，这个贸易失衡的情形也解决了。
我告诉你，天下没有这么好的药，一个叫万灵丹。说万灵丹是武侠小说里面可能会出现啊，民间传说可能会有。真正你要在现代的社会要解决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一个世界，你哪一个关税要处理你川普所有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对，因为光是现在这个人民币如果变成是第三大的话，那这样子美元也很紧张啊。来，那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这个关税战呢，它先从农产品来做着手，因为美国的农产品最大的买方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14亿人口，包含这些的牲口，你要这些饲料啊，你养鸡要饲料，要鸭，或者是甚至那个养一些猪，有时候也要吃饲料，不是光只是吃馊水。那这些饲料通通用进那个包含人所吃的，叫8亿1千万公吨。那中国大陆每一年只产6亿5千万，所以它有差1亿6千万公吨粮食是一定要进口。那美国是大宗，因为中国大陆每一年向美国买6000万吨的粮食，6000万吨。那现在准备转向了，因为向巴西、向澳大利亚来买，所以才会有这个状况啊。那这样子，那美国农产品它会滞销，你农产品明年又要出来了，每一年都要生。你这个大豆、高粱、小麦这些每一年都要生产的啊，你没有市场怎么办？最大的市场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又已经市场替代找其他国家去了，会造成川普非常大的压力。是这个状况。那现在反正像巴西买这个黄豆啊，这大豆，我们讲大豆沙拉油什么，就是这个大豆啊，就是这个做出来的啊。那现在那这样子会不会造成？当然会造成美国川普的压力，而且这个不是一时的，这个可能会长时。明年也这样子，后年也这样子，他农民怎么过下去啊？然后这些包含这些红酒啊、龙虾呀，还包括了这个我们讲其他相关的这些牛肉啊，也是一样要找澳大利亚。你看澳大利亚，它的关系会跟中国大陆改善，因为为什么？就在贸易的立场，因为刚好澳大利亚的市场跟美国市场是有重叠的，那刚好就从澳大利亚去，那澳大利亚跟美国的之间关系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澳大利亚就经济的考量，它找到中国大陆那么好的市场，那就卖中国大陆就好了，跟中国大陆关系弄好嘛。中国大陆曾经一度课澳大利亚龙虾的关税208%哦，现在都降下来，208%，那龙虾就好贵啊。每100块要加208块的税钱呢，是这个样啊，现在都降下来了，所以澳大利亚现在也转向中国大陆了，因为好像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市场，除了农业产品之外，也包括矿产往哪边卖，也是卖到中国大陆，不管锂矿也好，还有其他的天然气也往中国大陆来卖。那这样的话，换句话说，澳大利亚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当然会改善。因为我们讲一下美债这一方面呢，我认为这个中国大陆跟日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抛售，只是在手上。这是他的一个筹码，重要的筹码，还没有抛售了。对，当然这杀敌自损7分哦。可是我们就看到呢，现在呢，这个哈尔滨警方也大动作的来公告了一个通缉的报告，里头呢就说，在哈尔滨有一个第9届的亚冬会遭受一个境外网络攻击事件呢，追查到的源头呢，就是来自美国的国安局，而且针对呢犯罪嫌疑人有3个人来进行通缉了。好，这似乎也代表着什么呢？这中美的关系当然是越来越恶化嘛。好，那习近平现在呢应对美国的关税之战呢怎么办呢？当然呢也被认为说就是来转向巩固东南亚，因为在这一次的关税战呢就几乎是无差别攻击，所以呢包含东南亚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好，所以呢习近平呢就访问了越南哦，那川普怎么办？他很生气啊，他说中国跟越南就在干嘛？就是想要损害美国，还说呢我不会责怪他们进行这样的讨论，因为他们只想要搞垮美国。但其实呢也被发现说，其实这个出访的行程早就已经是安排好的哦。当然呢，刚好遇到了这个状况之下呢，习近平跟苏林的会面哦，也强调说就是要来共同反对单边的霸凌，而且呢也要维护全球的自由贸易体制哦。你可以看到呢，都说中国和越南是经济的全球化受益者，那他们要一起增强这个战略定力哦，来反对这样子的霸凌行为哦。好，那除了是喊话之外，也要有一些实质进展啊。所以你看到呢，在这个会面当中哦，也说未来要加强5G 啊、人工智慧啊、晶片啊等等的这些高技术领域的合作，那包含人力资源的培训啊，以及呢这个关键技术的合作，都是要未来强化的。好，那越南呢，还有一个焦点是铁路开发的部分，因为中越铁路合作有3个
这个重点就是呢，3条和中国大陆连接的越南铁路哦，未来说从米轨本来是这个轨距比较小的，要改造成一个标准轨，轨距比较大的。好，那它主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可以深入2国的内陆，好处呢就是可以推动2国的贸易增加，也可以帮助呢这个越南和中国到中亚、欧洲的世界上最长铁路可以来做一个对接，所以呢，也因此中国就可以透过越南和东盟来进行对接。好，预计2030年底呢就可以完工了。那不只是越南，下一站呢要到大马，习近平呢说是这个要到马来西亚来进行访问。大马现在也严阵以待哦，你可以看到呢，在它会经过路段啊，已经关闭了136个路段和地点了，就是要做最高安全级别的保障。那这一次习近平呢，时隔12年再次访问的马来西亚，那马来西亚的首相哦，则是呢看起来也相当抗拒中国，因为呢他3度的有访问中国，包含在2023年的3月，以及2023的9月，以及2024年的11月，分别呢都有来到中国进行访问。那另外是呢，我们看到欧洲啊，他们现在也在加紧脚步，因为要应对美国的关税嘛，所以呢也要来看是不是能够来进行这些协商哦。欧盟和中国呢就讨论到了涉及电动车的这个价格承诺。我们知道之前呢，其实这个电动车大战呢才开打哦，但是现在状况不一样了，所以现在说呢，可以针对价格的部分哦，来同意设定最低的价格。外媒就分析说，这个欧盟领导人是倾向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而不是和美国结盟。那欧盟呢是渴望说有一个比较可以信任的伙伴哦，所以呢和中国的谈判现在也开始有一些转变了。欧洲对于的中国趋势呢也在转向当中。另外是呢，你看到欧盟的贸易代表啊也会见了美国的官员哦。欧盟说呢，他们会包含透过对工业品啊实行0对0关税的提议啊，以及在非关税壁垒方面努力呢来尽量的实现对等。不过欧盟呢，对于价值210亿欧元的这个美国商品呢，征收报复性的关税呢，目前是推迟到7月14号才要实施的。当然呢，这也都是为了一些谈判的筹码在考量啦。好，赖老师呢怎么看呢？我说现在啊，这个中美关系的恶化，连这个特工哦，都也成了这个要被通缉的对象。这个是大陆向全世界，特别是向美国展示他们的资讯战的能力啊。第一次你还记不记得台湾有几位网军？对，也是被公布点名被通缉啊。这个代表说大陆的网络资讯战中可以追到你的源头啊，而且找到这个人他叫什么名字。那找到这个人他叫什么名字，等于是知道你住在哪里，你的活动资料。那未来如果说这些人啊到第三国或者其他的地方啊，如果那个国家的这个刚好跟大陆有这个引渡条约的话，说不定他可能在转机的时候啊就被逮捕、被引走啊，这有可能。那现在等于是你美国的国安部啊，你即使你的特工也会被查出来，也会把你的身份标出来啊。那这些人以后到哪里去，也有可能啊，他也可能会被中国大陆逮捕，都说不一定。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力的一个展示，也就是说，在资讯战里面，中国大陆现在也可以追到你的最后的源头啊。这个是一种宣示，也是一种能力啊。那另外，我觉得对于越南这个部分呢，因为习近平这一次到越南是进行的是国事访问啊，所以啊，您可以看到从昨天一直到今天，他们的这种整个典礼的形式啊，这个安排的啊，事实上是啊，非常的对越南来讲是摆出十足的诚意来，而签了45份的协议，所以这不是突然间说去就去，这是很早以前彼此之间已经磋商的，哪一些要合作，每一项都是大单了。而且你想想看，越南的国内它是米轨的啊，就是1000毫米的。那你现在要改为国际标准轨，也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用的是国际标准轨，是1400多毫米的，那等于是你整个越南，像目前来讲是北部这一段啊是要整个改，然后未来整个越南全段都要改。那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代表越南已经融入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了，包括5G，包括互联互通，包括港口，还有包括市内的这个地铁啊，目前的这种轨道交通。大陆都在帮河内在做进行，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越南跟中国的贸易额事实上是远远大于越南跟
美国的贸易额。越南跟中国的贸易额每一年大概是2600亿美元，而越南跟美国大概是1000多亿。美国跟东盟整个东盟的一个10个国家，中国大陆跟东盟的贸易额一年大概在8800亿美元左右，而跟美国也不过就是几千5、6千亿不到。所以东盟的国家它的经济上跟中国的密切的程度比美国高，更何况东盟的这些产品卖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它事实上是扎扎实实的，就是它的农产品、它的矿产这些原物料卖到中国，所以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可是我举一个例子，例如说越南跟美国的贸易赤字有1000多亿美元，那进口的也不过就是100多亿美元。可是这个出口的这1000多亿美元中有 Nike 有三星，有这个日本的汽车厂，有台湾的，有大陆的，所以等于是几乎都是外国的厂商在越南设厂，然后再把东西卖到美国去。虽然你表面上看起来他赚了外汇，可是这些外汇很大部分事实上是被这些厂商再拿走的，越南留下来的并不多但是越南榴莲啦，或者是那些矿产啦，或是它的那些大米啦、茶叶啦，卖到中国大陆的是越南人生产制造的，这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那我个人是觉得，为什么川普会对于越南到这次习近平到越南去访问这么的在乎？一方面是坦白说是真的是很吃醋了，很嫉妒了，就是说还算不错。对，就是我跟你打电话都打得不错了，结果呢，你还是要往中国这边移动然后跟中国大陆走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而且要把整个东盟跟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签出3.0版，而我现在美国却搞这个关税战，我在搞关税战，一个在搞这个自由贸易，那不是直接对打吗？那现在对打的情况下，怎么这些国家都往中国移动，而不是往美国移动？对，这个吃醋那接下来这个大麻可能又要再吃醋，来立方委员。中国大陆当然他早就知道跟美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摊牌是时间的问题对，迟早。那他其实布局2个地方是很深，一个是东南亚，一个其实就是所谓的西欧因为对他来讲就是欧盟对他来讲就是说，欧盟是他们可以提供很大的市场，还有一些科技、高科技这样。那东南亚对他来讲就是地缘上的关系地缘的关系，然后这个也是一些原料重要的这个来源。最重要的是我们集中讲东南亚好了。对大陆、对东南亚这些人，其实他们在历史上跟中国都有地缘的关系，所以本来就一定会很亲密。我们讲人口来，马来西亚的华人有多少人？687万人，公民占马来西亚公民的人数的22.4%，这人数是相当多了。而且马来西亚的华人可以讲好几种的方言，讲客家话、白话，讲福建话福州话，所以这个也是促成了华人在马来西亚坦白讲算蛮团结的。这里讲到这个印尼的华人有多少呢？1500万，占印尼的人口4%。可是要注意，东南亚的华人很多都是大部分都抓着经济的命脉那至于讲到泰国很多的高官都有华人的血统，就讲现在的总理好了，他的爸爸塔信，他的这个姑姑，这个也当过总理，爸爸当过总理，他姑姑当总理，他也当了总理。那他的祖父呢是丰顺的客家人，祖母呢是梅县的客家人，而且都回去祭过祖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不是你什么其他的国家人要去挑拨，是不太容易挑拨的。可是呢，东南亚呢，我们要承认，他们其实很灵活，他们也不是一味的倒向中国大陆，不是。我刚才讲过，他们都有被西方帝国统治的经验，比如印尼、荷兰人统治过这个越南、法国人统治过你说菲律宾、美国人统治过马来西亚、英国人统治过，所以他们都不缺跟西方的帝国主义打交道的经验。所以在外交上，一边是地缘政治跟他们很近，而且国力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大陆，一个是西方的那些帝国主义、西方的一些强国，当这个欧美的经济力量下退的时候，他们都想到东南亚来做生意。
所以他们是很灵活，他们不会被你美国说，哦，我给你中国关税，除非你跟中国大陆切断所谓的其产地的关系，就听话啊，然后我就听你的话，因为他要考虑的是中国大陆才是我最大的贸易的伙伴嘛。所以中国大陆在对东南亚来讲，习近平到东南亚来讲，这是必然的事情啊。而且这个绝对不是像川普所讲的，好像是因为关税的问题才这样干的，人家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知道说我要好好强化我周遭的力量，才能够对抗你美国这样。所以后面的这种争夺，坦白讲是会很激烈了。但是中国大陆是显然是有地利，沾了地利之便。也华人也是对他提供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这也是人和的部分。来，将军。这一次习近平到马来西亚去访问，我认为马来西亚可能就想要争取到变成金砖国家的会员国。目前金砖10国里面，那在东南亚地区有一个国家加入了印尼，印尼在今年的1月已经加入，已经变成正式的金砖国家的会员国。那现在包含马来西亚、包含泰国都在争取，希望能够成为下一个。那现在马来西亚是比较积极，对马来西亚，它经济只要加入金砖国家之后，它整个市场金砖10国的整个市场就广大了。现在马来西亚人口3400多万，它的这个国民所得，每一个人的平均国民所得是13000多块美金，正是经济要准备蓬勃发展了。那这个找哪里？找市场。要找市场，现在美国打关税战啊、贸易战啊，怎么办呢？找市场，那金砖国家。所以这一次，我想说，他可能会抢到在泰国之前加入金砖国家，因为为什么？马来西亚在这方面比较积极，相对于泰国泰国也想要加入，但是马来西亚会比较积极啊。所以我认为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金砖国家的伙伴国家，那要变成正式国家，那当然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它具有这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力，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看这一次习近平第一个出访的这个3个国家，第一个是越南。那越南的话最重要，它本来的时候越南的这轨道的工程本来是要从中国大陆跟日本选一个，结果日本的钱比较贵，因为日本的人力成本本来就是比较高，日本的科技的成本也相对的高。那中国大陆的轨道建设是比较成熟，而且比较快速。那现在它要变成这个越南，毕竟它有窄轨、有米轨，又有标准轨，就是刚才赖教授所讲的，就是1.435公尺的宽度，就是标准轨。中国大陆都是标准轨，1.435公尺。那现在越南都要定于1尊了，就是1.435。为什么要定为？我现在是不是要跟中国大陆对接啊？就是要跟中国大陆对接。这样的话，它整个货物来往，因为越南它很狭长嘛，这个总共南北的整个高铁1545公里，因为越南像个骨头一样，北部一坨，南部一坨，中间很细，不就是这个就像个骨头，没有高铁的话，这个北边跟南边这2坨怎么连接啊？那高铁是最快的嘛，是这个样。那高铁的工程，目前中国大陆的高铁有4万多公里，那在这一方面是轨道的建设，轨道的技术是相对的比较成熟而廉价。那这次去，第一个就到越南去，我想这个轨道工程的输出，以及它的技术，还有它的新建的工程，2030年才完工，正式启用要2032年才可以第一阶段启用。对，刚刚当然讲到说，这个关税战争呢，可能对全世界都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哦。但我们也提到说呢，其实关税呢，对于美国自己呢，也是伤得非常的深哦。好，那我们就看到呢，现在关税战啊再度出招了，就传出说，北京啊下令航空公司不要再接受波音飞机了。好，这是彭博呢引述消息提到说，这个命令是在大陆上周末宣布对美国不是才说125%的报复性关税之后再发布的，说这个关税会让美制的飞机和零件都成本增加1倍以上。大陆的航空公司根本就没有办法再买这个波音飞机，那甚至呢，北京方面也考虑说，像租赁波音飞机面临更高成本的航空公司来提供援助，也难怪啊，这个底气啊、底牌亮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大陆的港澳办主任呢，就呛瞎说，应该要让美国那些乡巴佬们在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之下呢，去这个哀鸣吧。好，
好，但是无疑的呢，关税现在动荡的状况之下，其实美国自家人也不是全部的人都力挺川普的做法。好，我们就看到呢，在这个有新的网红哦，美国的名嘴啦，他就在节目上呢讽刺十足哦，大家都会用那个 Siri 嘛，所以大家就是拿出手机说 Hey Siri， 他就说呢 Hey 川普，然后呢来取代说 Siri 哦，他来问问看川普的主张哦，看能不能回答日常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日常问题。好，我们来看呢，这个日常的问题啊，他提到是什么呢？他说啊，这个今天天气怎么样呢？结果呢，他就回答说，都是中国编造的骗局。还有呢，问说，那你提醒我一下，去学校接孩子啊？结果呢，川普回什么呢？他的模拟方式拟答就是不再会有教育部门，你的孩子呢都在忙着制作 iPhone 哦，因为现在呢，这个美国的关税战争之下，所以他回到美国生产嘛。好，所以美国版的 iPhone 呢要上架喽，售价很高，来到$6000哦。还有是这个呢，川普有个新铜像也揭幕了，他呢就说这个脱口秀哦，讽刺他为什么呢？说他好像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哦，这其实是引用支持者之前送川普一个新的铜像，还原他在去年遭受枪击时大喊高喊说要战斗这样的样子哦。那川普呢也在社群写下说，只有弱者才会倒下啊。美国的脱口秀主持人就说他看了觉得哭笑不得难道说川普就是喜欢把大家这样耍得团团转吗？好，那为什么会刚刚讲到美国人会有一些反弹呢？主要还是因为说，你说制造业想要都要在美国，但问题是真的这么容易吗？好，美国呢恐怕对于中国这 Made in China 这件事情呢，还是很难以完全避免哦。我们看到美国的进口订单呢，现在是呈现断崖式的暴跌，尤其是在川普的这个关税冲击之下呢，第一季激增之后马上崩溃哦。好，这个是货柜预定的最新这个数据显示说，海外托运在这个过去1年当中呢，他们忙着赶快向美国发货，为什么呢？因为就怕说，因为他不是预告了4月2号这个时间点吗？要提前应对，所以赶快先出货。但是因为现在又变成是天价的关税了，所以你看瞬间大家都停止发货了，所以呢呈现这样子雪崩式的下滑。那美国的进口预订量呢，2025年的3月其实已经比1月份的高峰来下降了20%。3月31号到4月6号，跟前一周的具体产品层面趋势呢，也多个品类的预订量是有暴跌的状况。好，那现在美国的卖家这个亚马逊的卖家，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说，因为呢这个中国进口一些婴儿用品放到网络上来卖就没有想到呢遇到了这个关税为他们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本。那他们甚至呢也直言说呢，想过干脆我就把生产线转移到美国，但是如果我要联系这个本土的制造商他们又不回电话或是邮件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制造业现在状况嘛，工人的状况是什么？所以呢，就亚马逊的卖家就爆料说，大陆供应商就说好吧，那既然这样子呢，我们给你一个方法，就是非法谎报进口商品的金额这样子呢，你就可以规避关税了。那另外是你看到就连川普自己官方商店呢，他也在上周在亚马逊上上线了。结果最引人关注是什么呢？它里头不断的宣称自己的产品是 Made in USA， 就是美国制造的。可是呢，能买单吗？因为这个价格恐怕是不一样的事情了。好，那所以呢，现在在抖音呢有一段影片大家疯传，就说呢，现在被大量的中国网红发布了这个视频淹没。那这些影片呢在干嘛？鼓励大家从中国购买商品来惩罚川普。带你来看。Who are the suppliers behind Lululemon? Some of their yoga wears are actually from Xianglong Clothing and Hongqisheng Clothing. I guess most of you know the price of Lululemon or other big brands. They sell you a legging pants for $100. Here in these two factories, you can get them for around $5 to $6. The material and the craftsmanship are basically the same because they all come the same production line. Why don't you just contact us and buy from us? 好，你刚刚看到是华人讲的你可能还不相信那我们就来看呢，有美国人也很聪明的，你知道大家就是要卖东西的这个商人总是会想办法找出路的。有美国人呢就说，现在关税涨到中国对美的关税暴涨到145%，那怎么办呢？我干脆就直接飞到中国来进行代购好了，因为呢我算了一下。再离境我还能退税，这个比我在美国的本土买还要再便宜带你来看他是怎么做。
that the iPhone is going to go up to over $3,000. So flying to China, buy the clothes, bags, electronics. Nope. If anybody's going to China this weekend, if you could send me a message, I just need you to pick up a few things while you're over there. It's good that we're teaching China a lesson. It's just, is there a less expensive lesson maybe that we could teach them, because I don't want to keep paying extra. 这也是山不转路转的一种啦，所以呢，也因为这样，我们看到中国似乎也是拿出了自己的这个底气哦。他们就说呢，这个川普现在啊，不是有大举的注销留学生的签证吗？然后至少有4个人现在就是对美国政府也提起了诉讼。那其实美国注销签证的留学生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哦。另外是呢，这个美国啊是打出了关税的炮火。那南华早报就提到说呢，过去的美国制裁使中国的晶片设计公司的产品不能够向美国销售。那你看像是龙芯科技啊，他就说反正我们产品都是依赖国内的供应链，包含设计到制造都是国内完成。另外呢，也有其他厂商就说，98%营收是来自于政府的采购和产业的专网市场，也就是说呢，它有一个形成一个自己的内循环模式哦，就是没在加的意思啊。好，赖老师怎么看说哦？现在当然这个关税战呢不断的出招哦，连航空买飞机也成了一个方法之一了。关税那么高，怎么买啊？那么买不下去，买不下去啊。然后问题就在于，当不像波音买飞机，那事实上就没有地方买飞机吗？不是，因为还有空中巴士嘛，还有中国大陆自己做的 C919， 目前大陆的 C929也已经在研发、在赶制的过程中了。而且引擎大陆现在已经都是自己制作了，过去是向英国购买啊，那现在已经开始自己做了。而且中国的 C919已经开始卖到海外去了。现在只要取得东盟的一个适航证，它未来它的飞机可以飞到东盟去，可以飞到其他的地方。我个人是认为说，美国的关税战刚好给中国的 C919带来一个巨大的商机，因为当很多国家都认为说，哇，你美国的这个波音都变贵了，我为什么要跟你下订单？那他往这个欧洲的空中巴士来下订单，欧洲说我根本做不完，那他就往中国大陆这边来下订单了。那一旦下订单以后，你可以看到，大陆的飞机开始卖出去，他们就发现说，哎呦，这个飞机品质不错啊，那以后大陆是不是就培养出另外一支在全世界3足鼎立的航空公司？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夏宝龙他为什么会回应这句话？是他在香港演讲的时候，他是有点生气。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次这个范斯讲的中国乡巴佬的事情。那马上就会引起大家的回响，就是说，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文明已经是高度文明了。例如说，我们现在的最重要的哲学、科学的很多的发明，其实早在几千年前，中国都已经发展到很成熟了。而当时在整个西方世界，唯一能够跟中国大陆媲美的，就古希腊的哲学，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他们那个时代是跟中国的孔子的那个时代是相同，而那是春秋末战国初，而当时整个欧洲大陆还是野蛮人的时代。到了中国的秦汉的时候是罗马时代，可是北方不管是法兰西高卢人到日耳曼人到安格鲁萨克逊族的，其实整片都是野蛮族。那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发展到那么早，然后你这个一个蛮族的人来讲说中国是乡巴佬，当然是生气嘛。那事实上当天很多的美国的网民已经看不下去了，他说你到中国去看一看嘛，你看看人家的城市是不是比我们现在美国的城市还要发达了。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已经都在打脸范斯了，夏宝龙只是补一腿而已，补一枪。这可能危机就是转机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先请教玉芳委员怎么看呢？这个美国的进口订单，这断崖式的暴跌。这里面其实特别，我觉得有点兴趣讲的是波音了。那波音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公司，人家以为说它只有造客机，其实它造很多武器，什么都有飞弹这些。
那你记得在不久前啊，这个川普本人宣布，在他的椭圆形的方式，白宫那边宣布说，空军的第6代的战机 F-47是由波音得标。Lucky Martin 落马气了半死。这我们将军空军他最了解，为什么？为什么川普要特别由他来宣布这种事情？国防部长宣布不就过了吗？因为我跟你讲，在美国历史上，总统跟企业界的关系这么密切的，大概就只有川普。那如果是艾森豪总统，他是刻意的跟军火商要保持距离的，他要离开白宫的最后一篇演讲，还在警告美国人民要注意军火商，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太大了。他用了一个叫军工复合体啦，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这样子。所以你现在这个波音不买的话，那他怎么办？因为好久啊，因为波音自己的品质管控不良嘛，就是针对波音，所以这次才特别针对。对，所以他对这个大陆也好，不是只有大陆，很多国家对波音这几年的表现是很失望的。他们的品质不好嘛，整个品管呢是有问题的嘛。但是你中国大陆这样，你要知道中国大陆在买这个客机这方面，在全世界来讲，它是最大的市场之一耶，最大的市场之一耶。那你现在他如果表明说他不买波音的飞机的话，对波音来讲，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啦。最后讲一个，就是讲说为什么他要刻意讲说乡巴佬，美国的乡巴佬，因为这个副总统凡斯啊 ，Vance 不久前才批评中国大陆是农民嘛 ，peasants， 其实他自己是农民，他自己也没有多好，他写的书里面就写 hillbilly，那个 hillbilly 就是乡巴佬，就是佃农的意思嘛，所以你自己都对你的出身还写成一本书，很哀叹你的出身，你还用这个去攻击中国大陆。这个人家怪不得人家会记住这句话，要还你一嘴。对，更多的内容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将军怎么看？说现在波音飞机这个北京传出下令不再接收了。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因为这个关税战呢，就中国大陆对波音市场的这种采购波音的这飞机数量一定会减少，一定但是要有个市场替代啊，那可能法国的空中巴士就会赚到了，因为中国大陆5200多条航线呢，中国大陆现在总共有40多家的航空公司，总共它的目前的机队是4200架飞机，那每年都要有些。这个老旧的飞机都要换掉啊，你不可以就变成客机改货机了嘛？那你就买新机啊，买新机，波音那么贵，关税那么高，那像空中巴士就赚到了。那现在中国大陆自己产的C919跟C919少，C919才150架，那C919现在才到现在为止才出产才15架，根本不够，缓不积极。而且中国大陆在扩张市场，因为中国大陆对全世界的免签目前已经达到38个国家免签。